当意识到眼前几人的身份之后，武田雨衣的心脏都仿佛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攥紧，近乎于要停止了跳动。在禁锢黑渊，人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缄默亭的无面者。这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内部清理部队，他们只认规则，不认人情。就算是大裁决长这种级别的黑渊大人物在这里，也不可能干涉无面者。这当然不意味着大裁决长打不过无面者，而是如果干涉这些执法部队，那么他自己也会受到来自更高层的惩罚。毕竟有些关乎于底线的规则不能破，规则为先，这也是黑渊能秘密传承这么久的核心原因。大裁决长有没有阻拦你们？武田雨衣问道。我想即便裁决庭的损失再重，他应该也不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的。为首的那名无面者没有回答，这种沉默让空气都仿佛凝滞了，整个房间里充满着地狱般的阴冷寒意。像我这种人做得越多，错得越多，这样下去，黑渊是一定会断了传承的。武田雨衣自嘲地笑了笑，依旧没有人回答。这5名无面者并没有任何兴致和他讨论黑渊的未来。只有我会死吗？武田雨衣眼睛里的血丝更多了。禁锢亭是不是也得有人付出代价？还是没有人吭声。确切地说，回答他的是另一名无面者无声无息抬起来的手。那人手中握着一把造型奇特、闪着幽暗金属光泽的短刺，刺尖对准了武田雨衣的心脏位置。就在刚才，4个本地黑帮成员都是被这把短刺划开了喉咙。面对重伤垂死的娇弱女人，这些无面者没有审问，没有废话，甚至没有一丝情绪波动。他们高效冷酷，没有纠结，没有思考，只知道执行自己的任务，让目标永远缄默。他们就像是一个个计算机代码，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被设定好的程序。这个程序从运行的那一天开始，就从未出现过 bug。 这名无面者的手开始动了，那柄短刺上带着死亡的气息缓缓刺下。做了这么多，居然落到被处死的下场，这样不近人情的禁锢黑渊，谁又会真正给你们卖命呢？武田雨衣自嘲地笑了一下，随后闭上了眼睛。重伤之下，他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当然，在无面者面前的挣扎毫无用处。所有的骄傲、算计、不甘，在这一次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然而，预期中的剧痛并未传来。轰！那一扇破烂不堪的窗户轰然爆碎，无数木屑和玻璃碎片纷飞。一道身影如鬼魅一般冲了进来，这速度快到不可思议，那身形简直灵巧到了极点。紧接着便是坑，一道清脆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炸响。此人的手中弹出了一把匕首，坚不容发地挡住了那一柄致命的短刺。刺眼的火星在房间里迸溅开来。出手的无面者动作一致，冰冷的目光透过面罩看向闯入者。其他4名无面者也瞬间进入战斗姿态，5人的气息似乎已经连成了一片。武田雨衣睁开了眼睛，一个南美本地长相的青年映入了他的眼帘。他第一时间觉得此人好像有点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的身形。但紧接着武田雨衣便想起来了，就是面前这个家伙
把自己和第4禁卫莫林斯引到了贫民窟里。他必定是苏无忌的人，就是此人导致了裁决庭和禁锢庭的两败俱伤。现在他居然又救下了自己。武田雨衣再次感觉到了人生的荒唐与可笑。没错，此刻在千钧一发之际杀出来的人正是洛克斯。几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重伤的姑娘，还要不要脸了？洛克斯嘴上调侃，眼神显得玩世不恭。看他这放松的状态，似乎根本没有把几个无面者放在心上。这倒不是因为洛克斯看不上这几个无面者，而是他的性格使然，再强的敌人也不会让他多紧张。唯一能让这小子心里发虚的，只有追杀了他半年的安娜贝拉。来，这个给你。洛克斯把手里那一大袋子面包和水丢给了武田雨衣。引子让我给你买的，他怕伤你自尊，干脆没有出现。看着这些食物，武田雨衣的眼眸里再度闪现出了复杂之意。他自言自语：他真该把我杀了算了。可别死那么早。洛克斯说道。不然我这面包和水不是白买了吗？花了好几十块呢，引子肯定不会给我报销的。武田雨衣忽然笑了，笑容在沾染了不少灰尘的虚弱俏脸上绽放，仿佛在布满硝烟的战场上盛开了一朵白玫瑰。只是这笑容看起来非常复杂，有自嘲，有悲戚，有不甘，还有对世界的不认可。看着这样的笑容，洛克斯摇了摇头，没好气地说道：又哭又笑的女人真是神经病。他虽然一直在讲话，但是握着刀柄的手明显更紧了一些。作为刺杀之王的大弟子，他非常擅长偷袭，但是要是从正面和这5个黑渊强敌硬碰硬，说不定还得吃点亏。随后2名无面者居然出去了，两人都站在了门口的巷子里，防止再有不速之客杀进来阻挠执法。武田雨衣现在居然一点也不慌了，毕竟濒死的绝望感觉已经体验过了，而接下来的每一秒可能都是在迎来生机。他用颤抖的手抓住了一瓶水，拧了一下，没拧动瓶盖。洛克斯见状摇了摇头：算了，真没用，还是等打完了再喝吧。我不管你是谁。为首的无面者终于开口，声音透过面罩传出，带着电子合成般的怪异质感，听不出任何情绪。阻挠缄默庭执法，视为对黑渊宣战。黑翼宣战就宣战，吓唬谁呢？洛克斯咧嘴一笑，挡在武田雨衣的身前。谢谢。武田雨衣说道。你可别感谢我，我可不想来要谢就谢影子。当然你千万不要爱上我。洛克斯背对着武田雨衣，嘿嘿一笑。你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只喜欢人气。当然未来你要是嫁给了影子，我说不定可以考虑考虑。呸呸呸，这家伙完全是说秃噜嘴了。朋友妻不可欺，我完全没有那种想法。洛克斯说道。而且在我看来，你这个坏女人可配不上影子。武田雨衣开口说道。小心。因为就在此时，站在两侧的无面者忽然就动了起来，2把短刺同时从2个方向刺向了他。这攻击凌厉之极，又无声无息。由于2名手下开始进攻，为首的无面者反而往后退了一步。洛克斯的左手之间也多了一把匕首，双手同时舞动，高阶抵挡，动作极为迅速，让人眼花缭乱。不过2名无面者的配合极为默契，攻击角度相当阴狠，这让洛克斯一时间险象环生。女人真是影响我的速度。洛克斯没好气地说道。
显然，如果不是需要分心保护身后的武田雨衣，他现在还不用打得如此吃力。当然，这家伙肯定也没出全力。喊完了这一声之后，洛克斯翻身而起，重重踹了一名无面者一脚。这一脚非常突然，正中胸口。砰！气爆声当场炸响，无数灰尘因此而骤然腾起。洛克斯之前所有的高阶抵挡都没有任何的发力动作，可这一脚却突然发力，踹的那一名无面者后退了好几步。我去，真够硬的啊！洛克斯不禁说道，他的脚脖子都有点发酸发麻，好像一脚踹到了钢板上一样。洛克斯知道自己那一脚用的力道有多重，换做旁人早就被踹得胸腔凹陷，当场吐血了。可是这家伙丝毫没有吐血的意思，只是后退了几步而已。趁此机会，另外一名无面者的短刺突然前刺，锋刃直接逼到了洛克斯的后心。小心！武田雨衣又喊了一声。就在这一刻，洛克斯的身形不可思议地猛然一拧，这一拧身的速度极快，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致命攻击。嘿，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洛克斯咧嘴一笑，手中的匕首已然从这个无面者的手臂上直接划过。这无面者的黑色战斗服被划破，一道血光随之溅起。终于让我逮着机会废了你一条手臂，嘿嘿。洛克斯笑道，他似乎对这样的战果很满意。然而出乎他预料的是，这名无面者仿佛感受不到疼痛，动作丝毫未停，那短刺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再度插向洛克斯的咽喉。我特么你还是人吗？洛克斯觉得难以置信，他一刀荡开对方的攻击，骂道，真他妈的邪门了。他很确定自己刚刚那一刀绝对已经割断了对方的小臂肌肉，可是这家伙的行动看起来却丝毫不受影响。这怎么可能呢？眼见自己的攻击都没奏效，洛克斯只能换种方式。他直接扑了上去，和那两名无面者扭打在一起，拳拳到肉，气爆声不断炸响。这房间并不大，三人如此激烈交战，很快便变成了一片狼藉，家具破碎，烟尘四起。当然能够看出来，洛克斯的实力应该还是在这两人之上的。别看他以一敌二，似乎不占什么优势，可始终也没让武田雨衣受到波及。而这时候，那位为首的无面者终于缓缓迈步走向了武田雨衣。他的电子音响起，冰冷而无情。我听大缄默长说起过裁决庭的凶语，他口中的你很厉害，潜力无限，但是黑渊的规则不能变。武田雨衣自嘲地笑了笑，临死之前还得到了无面者的夸奖，我是不是可以瞑目了？死在无面者手里的人，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该死的。这为首的无面者说着，他的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柄银色的刺刀，朝着武田雨衣的胸口缓缓扎下。浓烈的杀意在他的刺刀尖端凝聚。然而就在这一秒，这无面者的动作猛然一顿，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因为一道狂暴的气爆声已经在他的后背上炸响，而武田雨衣的眼睛里也随之映入了一道年轻的身影。武田雨衣看到了那一道年轻的身影，本能地忘记了呼吸。这是他前一段时间连做梦时都想杀掉的人，这也是接连把他打落人生谷底的人。没有这个青年，武田雨衣就不会背井离乡，走上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更不会遭遇此刻的极致狼狈和致命危险。可现在，居然是他来把自己从绝境之中拉出来。没想到，不止没想到，甚至也没想通。武田雨衣完全不认为自己值得苏无忌这么做。难道说，这一切真的是因为东亚叶皇在为他曾经的失误而做出弥补？我不会感谢你们。这一刻，武田雨衣心念电转，万千复杂的想法几乎是瞬间便在脑海之中浮现出来。此时剧烈的气爆声在为首无面者的后背上炸响，无边的气浪以拳头与后背的碰撞点为圆心，向着四面八方席卷。那些本来就因为洛克斯与另外2个无面者交战而碎裂的老旧家具，这一刻彻底变成了木屑。武田雨衣几乎是本能地闭上了眼睛，抬起手臂挡住了脸。苏无忌这一拳的力量极大，那为首的无面者登时被打飞出去，身形像是炮弹一样直接撞塌了前方的那面墙。而就在那倒塌的墙壁即将砸在武田雨衣身上的时候，苏无忌已经一把扯过了他，立刻倒退出了房间。洛克斯也紧跟着出来了，而就在他的脚刚刚迈出门槛的一刹那，这个失去了后侧墙壁支撑的房间便轰然倒塌，与洛克斯交战的2个无面者直接被埋在了里面。洛克斯见状立即喊道：我买的水和面包还在里面，都浪费了啊。而原本站在外面巷子里的2个无面者，此时都已经倒在了地上，他们的脖颈还在飙着血，身体还在以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频率抽搐着。一个身穿紫色战斗服、手握唐刀的倩影就站在这2人的身边，正是白木哥。他手中那柄修长的唐刀，锋刃上正有血珠缓缓滴落。武田雨衣此时已经被苏无忌拎着退到10几米之外，这青年的侧脸近在咫尺，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恍惚，之前的万千思绪都烟消云散，大脑仿佛变得一片空白。你……他才刚刚开口，苏无忌便直接松开了手。虚弱的武田雨衣根本没有力气独自站立，就在他即将一屁股摔倒在地上的时候，一只手搀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架了起来。扭头一看，竟是白木哥。后者面无表情，也没有开口说什么。你们……武田雨衣眸光复杂的在这对男女之间流转，千言万语堵在胸口，却不知从何说起。少说废话人。苏无忌的声音冷冷传来。闭嘴吧你。武田雨衣抿了抿苍白的嘴唇，将话语咽了回去。苏无忌在将武田雨衣交给白木哥后，便往前走了几步，目光锁定了前方的那片废墟。灰尘依旧向着四周扩散，然而从那一大堆砖石瓦砾中，2个身穿黑色战斗服的男人竟然猛地一跃而起，正是刚才被埋住的2名无面者。他们身上的黑色战斗服沾满了灰尘，多处破损，破损处已经皆是被鲜血染成了暗红色。之前在与洛克斯的扭打过程中，后者的匕首给这2个无面者造成了不少伤口，然而他们好像毫无痛感，起身之后打了打身上的灰尘，动作竟然非常流畅。他们看起来丝毫未受伤势影响，仿佛刚才的坍塌和压砸只是被清风拂过。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洛克斯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什么好留守的？居然让他们活到现在。他当然了解自己好哥们的实力，洛克斯现在都没搞定战斗，一定是藏了拙了。当然是为了多试探他们一下。
洛克斯说道。影子，这几人不正常，真的很奇怪，挨了我这么多刀，换做别人肯定早就不能动了。说话间，那2个无面者已经朝着前方缓缓走了过来。武田雨衣那虚弱的声音在后方响起，无面者看似是属于缄默庭，但实际上经历了淬炼庭的人体改造，在他们的身上也有着密典庭研究出来的基因技术的应用。洛克斯的眉头一皱，改造过的身体怪不得那么难缠，原来都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了。另一侧被苏无忌一拳轰到撞塌墙壁的那个为首的无面者也推开压在身上碎砖块，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抬手抹去了嘴角的血迹，看了看倒在地上的2具尸体，扭动了一下脖颈，发出令人牙酸的咔吧声。电子合成音依旧显得冰冷无情。清除计划继续执行。话音落下，这3名无面者陡然动了，他们已经呈现出进攻效率极高的3角攻击阵型，凶猛地朝着苏无忌扑来。没有了房间墙壁的限制，他们的速度快得惊人，动作协调的如同一个整体，看着熟练程度，也不知道演练过多少次。3把短刺瞬间就出现在了苏无忌的身前，分别攻向心脏、咽喉以及下腹要害，每一个角度都是无比阴狠。小心，他们感觉不到痛。洛克斯喊了一声。面对如此凛冽的攻击，苏无忌冷冷一笑，不退反进。他的身形如鬼魅般的一晃，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了咽喉和心脏的致命攻击，同时手中的紫色软剑如闪电般射出，精准地缠住了一名无面者的肘弯。唰！苏无忌握着剑柄的手猛然一拉，那名无面者的小臂、血肉尽数被剑锋给生生刮了下来。这手臂、手腕以及右手只剩下血淋淋的骨头了。然而受此重伤，那名无面者的动作却只是稍稍停滞了一分，随后左手挥拳狠狠砸向了苏无忌的脑袋。他居然完全无视了手臂传来的剧痛，要是换作正常人，怕是早就直接昏厥过去了。然而苏无忌的动作更快，他的身形一侧，紫色软剑瞬间缠绕在了对方的脖颈之上，随后身形骤然旋转着腾空而起。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不，确切地说，这次不是骨裂，而是整段颈椎都被恐怖的脚力生生拉断，一片血雨当空挥洒。苏无忌凌空一脚将这脑袋踢飞，身形凌空一拧，身形下落之间，右腿已经如同钢鞭般横扫而出。这一脚带着凌厉的气爆声，狠狠踢在那一名为首无面者的肩膀上。砰！这一脚如同踢中了沉重的实心金属柱，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响。那为首的无面者被踢得重重撞塌了一侧的院墙。然而他只是在废墟之中摔了一下，便立刻起身再次扑了上来，仿佛刚才苏无忌的重击对他完全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而苏无忌的右脚却被强硬的反震之力给震得微微发麻了。这时候洛克斯已经与另外一个无面者扭打在一起，这家伙的匕首不断地在对方的身上造成着伤害，似乎想要探寻着这些改造人的承受极限在哪里。果然极省。苏无忌眯了眯眼睛，紫色长剑已经狠狠斩了过去。他也算是理解了为什么洛克斯之前没有在短时间里解决战斗。一是这些无面者比较难缠，二是碰到他们确实想要多打一会儿，
以弄清楚那些怪异之处的根源。这些无面者经过特殊的生物或机械改造，不仅身体强度远超常人，痛觉似乎也被大幅抑制，甚至痛觉神经都有可能已经被彻底的移除了。这使得他们能够无视所有伤害，持续进行最凶狠的攻击。对于这些家伙而言，常规的打击手段几乎不会见效。为首的无面者迎着苏无忌的紫色长剑，手中那柄刺刀骤然亮起寒芒，两把武器狠狠碰撞在了一起。不过下一秒，紫色长剑便是骤然一弯，化成了绕指柔，剑尖的力量和速度却陡然大增，如同蓄势已久的毒蛇，直接刺进了这名为首无面者的脖颈与肩膀的交界处。呲了，随着长剑被拔出，一道鲜血飙溅出了老远。这名无面者终于身形一僵，随后重重摔倒在地。然而他也仅仅只是摔了一下而已，整个人旋即腾空而起，不顾脖颈处汩汩冒血的伤口，又朝着苏无忌扑了过去。可是紫色长剑此刻绷得笔直，已经狠狠劈出，这剑锋正好斩在了这为首无面者的面罩上。紫色软剑在面罩上斩出了无数火星之后，面罩变成了两半，而剑锋的去势不止，直接斩在了这为首无面者的脸上。终于，这个无面者扑倒在地之后，没有再爬起来。鲜血从他的脸下面汩汩溢出，哪怕改造过的机体抗击打能力极强，可是紫色软剑何其锋利，对上那些材质普通的金属和削铁如泥都没什么两样。这时候洛克斯那边也终于结束了战斗，他骑在那名无面者的身上，手中的匕首插进了对方的喉咙。苏无忌低头看着那为首无面者的尸体，对着通讯器说道：来人带2个尸体回去解剖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见此，武田羽衣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就这么被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这让他还觉得有些恍惚。白木哥拎着武田羽衣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说道：无面者可能会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我去指挥不妨，你和他谈一谈吧。说着，他直接把臂弯里的东洋女人塞给了苏无忌。苏无忌却没伸手接，说道：我跟他谈个屁呀！武田羽衣失去了搀扶，终于一屁股摔在了地上，疼得发出了一声痛哼。武田羽衣这一下摔得看似不怎么重，可是却让左肩的伤口传来了一阵撕裂般的痛感。他的眼前一黑，伏在地上，几乎昏厥了过去，冷汗瞬间浸湿了额前凌乱的发丝。而白木哥已经亲自拎着2名无面者的尸体转身走开，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眼。木哥等等，我跟你一起回去。苏无忌喊道。白木哥却脚步不停，说道：你和武田羽衣之间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聊。你不在旁边，我跟他说个锤子。苏无忌说道。还是你跟他聊吧。白木哥却摇了摇头。我要跟他说过的话全都已经说过了，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苏无忌说道。你就不担心你不在我直接弄死他？白木哥被他这说法逗笑了，唇角轻轻翘起。随你怎么弄。他已经迈出了那看似艰难的一步，已经试着去学习如何化解仇怨，剩下的该交给自己的男人来办了。苏无忌呵呵，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直到那紫色的身影消失在巷口，他才走了回来，看了看趴在地上虚弱不堪的东洋女人。苏无忌随后伸出一只手，
勉为其难地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这动作带着不耐烦，简直像是闯进鸡窝里，揪着翅膀拎起来一只骄傲又不听话的小母鸡。武田雨衣吃痛，咬了咬嘴唇。洛克斯在一旁看得直撇嘴，对苏无忌说道：喂影子，人家好歹是个重伤员，洗干净了说不定还是个漂亮姑娘，你就不能怜香惜玉一点？有什么好怜香惜玉的？苏无忌没好气地说着，单手扣住武田雨衣的腰，径直往前走。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死在他手上，没补刀就算客气的了。从后面看过去，他的这个动作简直像是把对方夹在胳肢窝底下。你去哪里？洛克斯喊道。苏无忌头也不回地说道：找个地方给他提提神。闻言，洛克斯咧嘴一笑：那这种少儿不宜的场面，我能旁观吗？你是变态吗？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还是去哄哄你那个老相好吧，他现在肯定很需要安慰。武田雨衣被苏无忌单手扣在腰侧，夹的伤口阵阵抽痛。他努力地抬起头，看着苏无忌那线条冷硬的侧脸，咬着牙，声音因虚弱和喘息而断断续续：你到底想怎么样？救了我还要羞辱我，你不如给我一个痛快。这声音之中透着强烈的喘息，显然他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苏无忌淡淡说道：现在的你甚至不值得我给你一个痛快。随后他拐了个弯，带着武田雨衣走进了一家破旧的小卖部。2大瓶水。苏无忌掏出了钱。再买2个面包，1袋葡萄糖。小卖部老板看着狼狈不堪的武田雨衣，很识趣的完全没有多问。苏无忌将怀里的女人丢在门口的塑料椅子上，拆开葡萄糖倒进了纯净水里，随后拧上盖子，使劲晃了晃，看到溶解的差不多之后，才放到了武田雨衣的嘴边，说道：感谢。看了看那1.5升的瓶子，武田雨衣伸出颤抖的手，刚刚碰到瓶身，苏无忌就说道：看你也拿不稳，别浪费了。说着，他把瓶口捅到武田雨衣的嘴边。武田雨衣只能张开嘴含住瓶口。苏无忌调整了一下瓶身角度，他也不得不随之微微仰脸。武田雨衣觉得这个动作有些屈辱，索性闭上了眼睛，任由那微凉的糖水涌进口腔深处，一口气喝了大半瓶。武田雨衣喝完，感觉到灼热的喉咙和食道变得清凉了许多。洛克斯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随后满脸失望地说道：这就是你说的提神，太没劲了吧？苏无忌没搭理他，又扯开武田雨衣肩头的绷带看了看，随后摇了摇头：缝得太丑了，消毒也不行，给重新处理。说着，他又单手夹住了武田雨衣，朝着车子走去。带我一起。洛克斯说道。然而苏无忌把武田雨衣塞进后座之后，却没让好兄弟上车。他放下了驾驶座的车窗，满脸都是诚恳，说道：真的，我建议你去找找那个老相好，说不定能得到什么好消息。洛克斯一脸怀疑地看着苏无忌：你这次不会还要坑我吧？苏无忌：开玩笑，你是我兄弟，我什么时候坑过你？武田雨衣却开口了：他在坑你。苏无忌扭头说道：闭上嘴巴，少说屁话。说完，他把车窗关上，开车带着武田雨衣直奔医院。洛克斯站在原地愣了一下，随后喊道：喂，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武田雨衣瘫坐在后座上，小口地吃着面包，这种咀嚼的动作对于他来说都明显有一点费力。
胃部空了那么久，此刻被水和食物充斥其间，武田雨衣这才意识到，平日里忽略的这些感受，此刻竟然会这般珍贵难言，简直是一种近乎于奢侈的慰藉。吃了些东西之后，他终于清楚地明白，自己并不想死。苏无忌说道：说实话，黑渊这行事风格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手下办事不力，直接动手进行内部清除，这不是有毛病吗？逼着别人对他们离心离德。后排一片沉默。苏无忌从后视镜里瞥了武田雨衣一眼。我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武田雨衣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的情绪，平平淡淡。你之前让我闭上嘴的，少说屁话。苏无忌被噎了一下。你现在可以说了。顿了顿，他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对于我想知道的内容，你最好不要有什么隐瞒，不然雪人在你手上受的罪，我会全部加倍还给你。想到了被救走的雪人以及被炸毁的瀑布根据地，武田雨衣简直人都要麻了，心头涌出了一股强烈的无力感。他缓缓开口：在我回答之前，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找到雪人的？这个疑问困扰着武田雨衣，他现在依然没有想通。苏无忌看着前方，语气随意说道：你当时联系我的时候，我听到你旁边有水声，觉得可能是在瀑布旁边，你总不至于是在女澡堂子里给我打电话吧？武田雨衣难以置信。就这样？就这样。武田雨衣说道。可是整个南美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瀑布。苏无忌说道。一个个找呗，难得遇到这种只靠笨办法就能解开的题目了。武田雨衣的眼眸间闪过了一丝无奈，他轻轻叹了一声：我万万没想到，是在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出现了纰漏。他认为自己已经极为的小心谨慎了，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却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除了成功抓住雪人那次，其余的交锋全部都以自己失败而告终。这一次更是一败涂地。从此以后，自己在他面前根本没有半点颜面可言。你问完了，该我问你了。苏无忌，聊聊这次追杀吧。武田雨衣沉默了十几秒，仿佛是在组织语言，也像是在权衡透露多少信息才算安全。此时车子已经驶出了贫民窟，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后退，阳光透过玻璃，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在十几分钟之前，自己还濒临死亡，此刻就重见阳光，简直恍如隔世。苏无忌又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他的表情，难得的有了点耐心，没有出声催促。7天。武田雨衣终于轻声说道，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沙哑。据说只要在无面者的追杀下坚持7天，那么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会受到缄默亭的清理了，无论犯下多大的错误。7天。苏无忌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可是凡是经历过这种追杀的，谁还会对黑渊保持忠诚？不恨死他们都是轻的了，这算什么？忠诚度压力测试，制定这规则的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规则就是规则。武田雨衣的语气恢复了几分属于裁决庭智囊的冷静，他说道：禁锢黑渊，信奉绝对的秩序与规则，哪怕这规则本身看起来并不合理。至于仇恨，顿了顿，他接着说道：黑渊的牧者庭从不担心这些无效的仇恨，他们只在意规则的威严是否被冒犯。牧者庭。苏无忌眯了眯眼睛。黑渊的最高决策机构。也许是权力中枢，
武田雨衣说道。黑渊六大庭以牧者庭为核心，但他们很多年都没露面，现在是不是还存在，已经是个未知数了。苏无忌呵呵一笑，话锋一转，那么凶羽小姐作为规则的受害者，你现在的感觉如何？武田雨衣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从窗外掠过的那些充满南美风情的杂乱街景，眼神有些空洞。感觉如何？从裁决庭的核心人物沦落到被自己效忠的组织像清理垃圾一样追杀，如同丧家之犬般躲在贫民窟的废墟里等死。这种感觉足以将任何人的骄傲碾碎。很糟糕。他最终选择了最朴素的词语，声音低的几乎听不见。但比死了巧。车子又开出了好几公里，在一个红灯前停下。苏无忌透过后视镜，能清晰看到武田雨衣那微微颤抖的睫毛，以及紧紧抿住的毫无血色的嘴唇。曾经的狡黠骄傲、运筹帷幄，此刻都被虚弱、狼狈和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所取代。此刻的胸羽就像是一只孤单的鸟，被暴雨淋透了羽毛，被狂风折断了翅膀。苏无忌忽然想起了白木哥最近的一些不易察觉的改变，下意识地低声说了一句：也许这就是蜕变的开始啊。武田雨衣抬起眼帘：什么？没什么，下一个问题。苏无忌没解释，移开目光，看着前方红绿灯跳动的数字。无面者的追杀模式是什么？他们是怎么锁定你的位置的？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武田雨衣的语气里带着疲惫的坦诚，说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我很确定我的身上并没有被植入任何的定位装置。顿了顿，似乎是为了说服苏无忌，他又补充了一句：我里外都检查过。苏无忌反问：哪一个角落都没放过？武田雨衣扭头看向窗外，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这个无面者部队还真是有点邪门了。苏无忌说道。这么说来，密典庭负责研究科技和基因理论，淬炼庭负责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而无面者部队就是这两大庭合作的杰作。他忽然想起了和黑渊纠葛极深的猩红之神，也不知道这个真名和天使同音的家伙跟这些诡异的无面者有没有什么关系。武田雨衣轻轻摇了摇头，说道：不止，无面者只是其中之一的产物。苏无忌说道：这么看来，这密典庭和淬炼庭都是激进派了。不，密典庭始终都是温和派，淬炼庭则是比禁锢庭还要激进。武田雨衣说道。这倒是有点出乎苏无忌的预料了。武田雨衣继续解释道：之前密典庭的很多科研成果都已经不愿意跟淬炼庭共享了，所以那次绑架米国科学家的行动是淬炼庭主导的。既然密典庭不愿意给，他们就自己从外部用粗暴的手段来强行引入。苏无忌问道：那缄默庭呢？和裁决庭一样都是中立派？不，他们是规则派。武田雨衣说道。中立派或许还讲人情，但规则派的眼里只有冷冰冰的规则，不容许有丝毫变通。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苏无忌的眼神陡然一凛，他喊道：趴低身子。喊了一声之后，苏无忌猛地一打方向盘，脚下油门瞬间深踩。这一台越野车的发动机发出一声咆哮，骤然狂暴加速。几乎是在同一时刻，一辆黑色厢式货车从侧面路口毫无征兆冲出，
试图直接撞上他们的车身侧面。由于刚刚的提前加速动作，苏无忌险之又险地避开了侧车身被正面撞击。不过这厢式货车的车头还是和越野车的尾部一脚擦过，撞出了一片火星。这一下撞得车尾猛然一甩，所产生的巨大惯性将后座本就虚弱的武田雨衣狠狠甩向一侧。他的左肩重重地撞在车门上，瞬间袭来的剧痛让他眼前再次发黑，闷哼一声几乎昏厥，额头霎时布满了细密的冷汗。苏无忌死死握住方向盘，迅速稳住差点失控的车身，喊道：看来你的7天假期真是一点也没耽搁，对方逼你逼得可真紧。武田雨衣咬着嘴唇，疼得说不出话来。苏无忌继续加速，语气冰冷：这帮家伙阴魂不散，来得真够快的。武田雨衣终于缓过来一些了，他忍着疼，吸着气，艰难地说道：难道不是你故意招摇过市，把他们引过来的吗？苏无忌：呵呵，你说什么？武田雨衣的汗水已经从额头上滴下来了。你说要带我去重新包扎，可你都已经开过2家医院了。这明摆着是拿他当诱饵。可恶的混蛋！嘿嘿，被你看穿了啊！真实目的被戳穿，苏无忌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看来你的脑子还没被炸傻。武田雨衣的语气里没有任何的波动，仿佛已经接受了现实。因为我知道，这种时候你的所有关心都不可能是真的。现在他真切地感觉到，这个男人一句话里可能藏着好几个坑，心眼简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苏无忌却一本正经地反驳：不，我是真的觉得你那个伤口被缝得太丑了，影响观感，以后都没法穿吊带了。就算女孩子都是爱美的，可人都要死了，还在不在意以后穿吊带？这男人的脑子有毛病吗？再说了，我穿不穿吊带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又来了。苏无忌眼睛一眯，喊道：坐稳了。他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被甩开的黑色厢式货车已经粗暴地调转车头，引擎轰鸣着再次追来。同时，前方十字路口的左右两侧也各出现了一辆同样型号的黑色货车，3台车呈品字形夹击，要将他们彻底挤扁在这条狭窄的街道上。街道上的普通车辆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纷纷鸣笛避让，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武田雨衣分明看到，坐在前方货车驾驶座上的是个戴着黑色面罩的男人，又是无面者。他的心脏骤然收紧，紧绷的感觉再次如同冰冷的潮水般涌上来。这才刚刚获得片刻的喘息，死亡的阴影便又如影随形。在这前后夹击中，苏无忌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的弧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将油门一踩到底，越野车的引擎剧烈咆哮，如同发怒的钢铁猛兽，朝着前方那2辆拦截的货车直直冲去。老子撞死你们！他冷冷说道，眼神里锐意无限。武田雨衣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抓住车门把手，之前一直平静的眼神此刻已是明显有些波动。就在3车即将迎头相撞的最后一刻，苏无忌手腕猛地一抖，方向盘急速转动，以一个近乎完美的极限漂移，从右前方那台货车与路边护栏那狭窄空间中惊险万分地擦过。哐哐，车侧的2个后视镜都被撞掉了，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响彻街道。
在冲过去的瞬间，苏无忌空出的左手已经闪电般探出车窗，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手枪。砰砰砰砰，几声干脆利落的点射，子弹极为精准地命中了后方2辆货车的轮胎。爆胎的货车瞬间失控，歪歪斜斜地撞向路边的店铺，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和玻璃碎裂声，周遭已是一片狼藉。后方那一台追击的货车也因此而被堵住了去路。驾驶货车的3个无面者下了车，3人互相对视了一眼，都没再管撞坏的货车，而是迅速汇入了人群。苏无忌看都没看后面的混乱，驾车一路远去，在前方车流之中左冲右突。车厢内暂时恢复了平静，只有引擎的轰鸣和武田雨衣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此刻他瘫在后座上，脸色比刚才更加苍白，心脏还在快速跳动。也不知道是由于现在身体太弱，还是由于刚刚的场景太过于惊险，武田雨衣觉得自己心率极高，急促的呼吸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看着前排那个冷静的不像话的青年背影，武田雨衣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此刻的生命完全系于他一人之手，输给这样的人，自己并不冤。苏无忌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他一眼，语气依旧没什么温度，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看来想让你活过这7天，比我想象的还要麻烦一点。武田雨衣也通过车内后视镜和苏无忌对视着，声音微弱却清晰。其实你现在可以放弃的，还来得及。放弃吧，我不会浪费木哥的一片心意。苏无忌顿了顿，继续说道，况且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半途而废，既然插了手，就没有眼睁睁看着你被他们带走的道理。接下来听我指挥，我让你趴下就趴下，让你跳车就别犹豫。苏无忌说道，至于跳车会不会摔死，算你自己倒霉。武田雨衣目光复杂地看着他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仇恨、屈辱、迷茫、困惑，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他张了张嘴，最终只化作一个低不可闻的字：好。车子在苏无忌的操控下拐进了一条稍微僻静一些的小路，暂时甩开了追兵。但他们都清楚，这仅仅是开始。接下来的7天，缄默亭无面者的追杀会如同复古之躯，如影随形，甚至可能会犹如暴风雨般猛烈。过了一会儿，武田雨衣开口问道：你是不是想要利用我，在这7天时间里尽可能的消耗禁锢黑渊的有生力量？他一边说话一边小口嚼着面包，抓紧时间恢复着体力。很显然的，苏无忌如果想要彻底带着武田雨衣逃生，那么直接坐着私人飞机离开就行。在几大洲之间乱飞7天之内，无面者还真不一定能追得上。苏无忌没有直接否认这种观点，而是淡淡说道：先保证你别成为我的累赘再说，下一站我们去医院。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这次是真的啊。20分钟后，苏无忌驾驶着这台车在里约的复杂街道上故意绕行了好几圈，随后才驶入了一家位于莱伯伦街区的小型私立医院。这个街区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区，拥有整个拉丁美洲最昂贵的房价。苏无忌显然提前做好了安排，直接从后门开进去了。他把武田雨衣抱下了车，只不过这一次用的是常见的公主抱，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粗暴地把它夹在胳肢窝下面。武田雨衣身体僵硬地靠在苏无忌的怀中，
以两人此刻复杂难言的关系，他绝对不可能主动伸手环住对方的脖颈，只能任由自己的身体悬空，被动地将所有重量交付于这双差点置自己于死地的手臂。没有经过繁琐的窗口排队挂号，苏无忌直接带着武田雨衣从医院侧门进入，穿过安静的走廊，来到一间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室，将其轻轻放在手术台上。一名神情严肃的中年女医生和2名护士已经等在里面，没有多余的寒暄，立刻开始检查武田雨衣的伤势。苏无忌并未走出去，因此女医生也没把武田雨衣的上衣完全脱下来。血污浸透的绷带随后被剪开，露出了那歪歪扭扭，甚至明显有些发炎红肿的缝合伤口。女医生仔细看了看，随后皱了皱眉：感染初期，缝合技术很糟糕，必须立刻清创，重新缝合。她随后看向苏无忌，似乎是在征求对方的意见。武田雨衣躺在床上，灯光有些刺眼。他偏过头，看到苏无忌抱着双臂靠在门边的墙上，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整个过程。这目光既不像是关心，也不太像监视，更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的损坏程度。那就给他重新清创缝合吧。苏无忌随后补充了一句：用麻药。武田雨衣松了一口气。他其实是个怕疼的人，如果苏无忌存了故意折磨他的心思，不给他用麻药的话，武田雨衣也就只能硬忍着，活活把这罪给受了。苏无忌的声音里不带任何的情绪，又说了一句：把他衣服全脱了，检查一下身上还有没有其他隐蔽的伤口，全清理一遍。武田雨衣有些抗拒的低声说道：没必要。他可不想在苏无忌面前把自己彻底暴露了，那会让他心中本来就深重的屈辱感加倍放大。万一有个没发现的伤口感染恶化了，你因此而死了，我花的这些力气不就都白费了？苏无忌冷笑：我可不想让木哥所有的心血付诸东流。顿了顿，苏无忌的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愚蠢之极啊！说着，他转过了身，面对着门，背对着手术台。看着苏无忌转过身，武田雨衣抿了抿嘴唇，也不再纠结了。起码医生和2个护士都是女的。随着麻醉剂注入身体，左肩那火烧火燎的剧痛渐渐变得麻木。这并不是全麻，武田雨衣能感觉到器械在伤口上操作，却不再有难以忍受的痛感。只不过这种部分身体失去掌控的感觉，反而放大了他内心之中的脆弱和孤立无援。武田雨衣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苏无忌，他依然维持着那个背对着自己的姿势，沉默无声。你始终在这里站着，是怕我跑了？武田雨衣忽然轻声开口，声音因麻醉而带着一点飘忽。苏无忌没有转头，语气里满是嘲讽意味：你跑得掉吗？跑不掉。别说跑不掉了，甚至跑不动。那不就结了？他语气平淡：省点力气，少说屁话。半个小时之后，所有伤口的清创和缝合终于结束了。苏无忌之前的要求是必要的，医生又在武田雨衣的身上发现了起码5处需要缝合的伤口。2个护士甚至把武田雨衣那沾满了灰尘的身体都擦洗了一遍，然后给他换上了一身白色的病号服。不过病号服有些空荡，里面并没有什么贴身的衣物，手术室里自然不提供这些。苏先生，病房已经安排好了。那名女医生说道。苏无忌终于转过身，
把武田雨衣抱起来，道：“当然不能住在这儿，不然你们整个医院怕是都不得安生了。”我们现在去哪里？武田雨衣问道。苏无忌抱着他上楼梯，说道：“你没必要知道，闭嘴吧你。”武田雨衣这次却没有顺从的沉默，而是说道：“如果你想利用我来牵着无面者的鼻子走，那么在南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去非洲。”他知道苏无忌在非洲有着一些力量，无面者一旦到了那一片混乱的大陆，必然会陷入被动，被打得稀里哗啦。苏无忌爬楼梯的脚步不停。呵呵，去什么非洲，带着你这个重伤号，我现在不如回华夏。华夏治安太好，反而不方便下重手清除无面者。武田雨衣轻轻说道。事已至此，相比较自己的安危而言，他更想要让无面者部队受到惨重折损。武田雨衣知道自己可从来都不是个大气的女人，从小到大，凡是他受到的委屈，事后都要报复回去。武田雨衣为了你，我要跟无面者正面对抗7天。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记住，这是你欠我的。我和他已经扯平了。武田雨衣轻声说道。这个他显然指的是白木哥。扯平个屁呀！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说的是你欠我的人情，欠白木哥的，另算。说话间，他已经抱着武田雨衣走到了医院的楼顶天台了。一架小型双人直升机正停在楼顶。坐稳了。苏无忌把武田雨衣放在直升机的副驾驶位置，随后自己也系上了安全带。他拆开了一瓶水，说道：“喝了。”武田雨衣一看，竟是医院挂水用的葡萄糖。好。就在武田雨衣仰脖子喝水的时候，苏无忌已经驾驶着直升机升空而起。里约热内卢那错综复杂的街道，那繁华与贫穷所交织的街区，尽数展现在武田雨衣的眼前。你故意用直升机，这么显眼，是要引蛇出洞？他开口问道。苏无忌倒是不傻，但不全对。显然，这架直升机从医院楼顶飞起来，必然会吸引无面者的注意，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地追上来。而无面者们一旦这么做，那么无疑相当于暴露了所有的行踪。毕竟，苏无忌在里约热内卢敞开的口袋还没完全扎上呢。我明白你的意思。武田雨衣说道。你不仅要拿走那些普通无面者的性命，还要钓更大的鱼。听到他这么说，苏无忌一脸的惋惜。可惜了，这次大禁锢长和大裁决长都没有对我出手，不然这次南美之行才算真正的收获圆满。武田雨衣听了这话，眸光微微一凛，没想到苏无忌的目标居然这么大。他想了想，说道：“我并不了解他们，没法给你提供任何意见。”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正是洛克斯。接通之后，后者那急切的声音便传了过来：“无忌，安娜贝拉人在机场，但没走成，她现在正在被无面者追杀。你说我要不要救她？”其实严格说来，苏无忌这次能够对禁锢庭和裁决庭完成如此成功的伏击，真的要归功于安娜贝拉的主动入局。苏无忌说道：“救呗，你还真的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老相好被砍死？”洛克斯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勉为其难。问问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我这样做会不会上黑渊的暗杀名单？武田雨衣的声音响起：“并不会，无面者只清理内部目标，7天之后不会再追杀其他人。”
苏无忌哈哈一笑，反正你已经杀过一个无面者了，怕个毛啊！洛克斯，我总觉得你在坑我。他就是我。武田羽衣刚要开口，一只手便伸过来，用力地捂在了自己的嘴巴上。闭嘴吧你！苏无忌瞪了武田羽衣一眼，他随后对着手机说道：洛克斯，你问问安娜贝拉，她本来要去哪里的？洛克斯说道：我问了，他要去欧洲，去斯洛伐克的首都找猩红之神。苏无忌哈哈一笑：好，亲爱的洛克斯，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洛克斯说道。你真没坑我。苏无忌说道。当然你帮了我的大忙，祝你和安娜贝拉度过愉快的7天。说完他挂断了电话，然后这才松开了捂在武田羽衣嘴巴上的手，后者的嘴唇周围明显有着被手指压出来的红印。你让洛克斯去找安娜贝拉，就是要让他顺便帮你清除机场附近的无面者，然后你可以从从容容地向着安娜贝拉的目的地起飞。武田羽衣说道。厉害，佩服。这语气淡淡，其实听不出太多的佩服之意。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显着你了。他随后打了个电话，改一下航线，不去罗马了，去斯洛伐克。原来他本来就是要去欧洲的。武田羽衣的眸光微凛，说道：能追着你到欧洲的，必然是无面者的首领级人物了，你钓大鱼的目的也就完成了。说完这一句，他轻轻地叹了一声。这一局我认输。苏无忌呵呵冷笑。听你的意思，还有下一局？武田羽衣轻轻摇了摇头，他望着窗外，眸光之中透出了怅然与悠远相交织的神色。我和东亚叶皇之间没有下一局了，但对你说不好。